好，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超级魂斗罗，也就是俗称魂斗罗2的一个表演。那这次的表演呢是双打的踏死通关，超级速通啊！这个炒鸡魂斗罗啊，实话实说啊，确实是在魂斗罗基础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个版本呢更难一点。它的基本功呢没有那么难，但是它的套路啊特别深。所以说这次呢，小狼啊带大家伙儿看一看啊，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双人通关怎么打？其实单人通关小狼也做过踏死，包括做过大神这个直播打的啊。事实上呢，这款游戏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它在当时咱们上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非常的风靡之外的，再有一点就是大伙儿对这个情怀，对，尤其是对这两个人啊，你比如说一个是史泰龙啊，一个是施瓦辛格啊，这两个角色啊太入人心，所以说呢非常的喜欢。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可以看到啊，两个人打踏死，可以看到他们走位非常的风骚。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所谓的踏死他逐帧操作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好长时间不解说，口条都已经瓢了啊。逐帧操作啊，我说的是逐帧操作是吧？这个口条的问题。好了，当然呢还是要回归一下，这也是刚刚回归没多久，在大伙儿给个机会啊。那么可以看到呢，这是第一关。其实第一关呢，小狼都可以非常的嚣张的那么通关啊，但是他们走的位非常这个游戏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小兵特别有意思。这个小兵呢，他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跑，然后你撞到他你会死，但是你跟着他后面跑的话，他不会搭理你啊。正常这种事儿是不会发生的，这就相当于咱们玩拳皇看那个七家社那个人反手那个一击败嘛那个必杀，然后打中人没打中人，他都给他原地挥手啊，这个不带走一片云彩那种，就是非常嘚儿啊。好，这个就是一路向西，这个属于这种就是俯瞰式的啊，这种。就是它正常咱是左右这种平面的，现在呢这么看是属于俯瞰式的这样的操作。好了，这是一定要走到身后，但是呢咱们正常玩的话是要走到身后的啊，但是咱们这次操作呢，它是选择走到侧边，然后呢直接就利用连发剑啊给这个 BOSS 给秒掉了。其实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发的这个子弹呢是有 F 的这个大球子，这个球子打到这个比如说障碍上，或者说打到怪身上，它会炸出一个花，甚至是你比如说你往地下打的话，就是一个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效果。打出花呢有一个建设的这么一个伤害，但是这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啊，咱们正常的魂斗罗第一代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武器，但所以说第二代呢，咱们是有这么一个大球子武器。事实上呢，我认为如果咱们大家伙喜欢玩的话，还是要用咱们的这个散弹枪，这是比较好的，因为散弹枪呢它是比较适合咱们龟。正常你龟这玩意儿没有亏可以吃的啊，就正常干就好了。但是大神呢就可以花式的躲子弹、躲小兵、躲 BOSS、秒 BOSS 等等。可以看到这边在水里呢，其实也是能跳的啊。正常来讲，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啊，除非是底下有人推他一把。咱们看那个花式游泳，这个可以有，但是你在水里面然后往上跳，你当我傻呢啊？你当我3岁小孩呢啊？好，你看这个小怪跟傻子似的，你就奔跑吧兄弟，就有点像那个公园上领跑那个队伍。好了，堵住，可以看到两边怼着这个大蜘蛛啊，就一顿发射。其实你只要不被它踩到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啊，可以看到，如果是你是前排的位置，或者你一个人玩的话，只要打死那个蜘蛛的一瞬间，你直接往前跑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啊，就是你不会被拖下去，你就像前面这个小红人一样。红人的红人就是施瓦辛格的原型，蓝人是 Rambo， 也就是你懂的啊，就是就不用多说了。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子弹的伤害非常的高，所以说 BOSS 刚出来啊，根本就看不懂怎么回事就死了。其实很多人说小狼这是有 bug， 其实这个并不是，因为它咱们正常发射这个子弹的时候，你看它为什么要比如说朝上打，为什么要跳上去打？因为咱们这个子弹的连发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一下发出一发子弹，这一发子弹呢只有在击中了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就是被抵消的情况下，它才能发射第二发。啊，这就相当于咱们你看，比如说玩合金弹头，一直扔手雷你只能扔2个，但是呢这2个其中的一个马上就爆炸了，你可以无限这么扔，就看起来像连发一样。其
其实呢，这就是游戏的设定。这款游戏道理也是这个样子。咱们发射子弹的时候跳起来呢，离怪近，所以说呢，子弹打到这个 BOSS 身上呢，就很快可以再发出第二发。两个人呢朝准一个方向，啪啪啊，这就啪啪与啪啪，摩擦与摩擦啊，就是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个人花式的躲子弹啊，可以看到这个躲子弹非常的极限。其实这个就是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啊。其实这个游戏咱们玩 TAS 呢，很多人说小狼 TAS，还是像我之前说的啊 ，TAS 为什么说它难呢？难在咱们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你设计的话非常的难。好了，可以看到跳上来，这是一个类似于像 bug 一样啊，可以在空气上走。它难在一个理念上啊，其实如果说真是你比如说随便一个游戏，咱们通过 TAS 类型的软件啊进行无线操作与这个逐帧操作，包括咱们的这个 SL 存档大法，这种情况下呢，一命通关是最简单的啊。你想很多游戏再难，你觉得一命通关难，其实都不难啊。但是你要打出这种花式，怎么去秒，怎么争分夺秒，怎么去秒 BOSS 啊，包括这个一些设定。你像呢，咱们这个游戏呢，很多人知道，正常单人玩的话呢，是有一个拖死自己，然后迅速从空中落下来，落到这个台阶上，这样的话可以省掉几秒钟的时间，这也是咱们玩家的智慧。但是双人配合的话呢，它被拖死的这个效果更多，显得就更皮一点啊，更皮一点。可以看到躲这个小泡泡，这个小泡泡啊，你可以看到。就没那么难，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跟踪，但事实上呢，你只要蹲下啊就可以，有的时候蹲下就可以。好了，这帮铁柱一共是9个柱啊，我们管这个叫9柱。这个9柱呢，其实一个人打也没多难，两个人打的话直接就秒杀。正常你玩的话，咱们都是要归着玩，用散弹枪啊打得比较稳。但是咱们的这个玩家呢，为了突出自己的暴力要秒杀啊，就一定要用这个 F 的子弹。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直接死，然后从空中落下来，看没看见红人先上去，然后再把蓝人拖死。可以看到拖死的话，蓝人直接从空中跳下来。好了，再来，不用管这个人啊，直接落下来，然后红人再死。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蓝人死完之后还有一条命，红人还有2条命。这个很多人说啊，至于吗？为了速度咱们就死人。当然咱们的玩法呢肯定是不会这么玩的，但是为了争分夺秒啊，就是这个就是没办法。因为他死掉之后呢，从空中落下来这一瞬间呢，确实是不是原先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某种需求嘛，所以说咱们做出的牺牲。来看看这一关的 BOSS， 这个的 BOSS 更嘚儿啊，中间就一个小红，跳起来，听声音，你只要听，就这个声音听到了之后，你就知道啊，确实是有够狠。两个人一顿蹲起，这个。也是有意思啊，两个人合体了之后呢，看起来有点像吃了币那个雷一样，无敌一样。传说中的究极合体人。好了，又是来到一个俯瞰的一个视角。像这一关呢，小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一关其实还觉得就越是这种视角呢越简单一些。小的时候咱们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游戏，比如说之后的魂斗罗力量，它也有这方面的版本啊，包括在飞机上行走啊，这个在咱们你看那个碟中谍5或者碟中谍6啊，都有徒手爬飞机的这个操作啊，这个阿汤哥。但是事实上在早先的游戏咱们就有这个操作啊，确实有。这个有一个小技巧，咱们可以在屏幕的右方或者是左方，你直接走就好了啊，它是不会打到你的。但两个人的话也可以守着打。你没发现吗？咱们很多游戏啊，把这个坏人啊，包括外星人什么的，都看成蜘蛛什么的东西。好的，在这里直接怼着打。如果说你是小紫豆的枪，其实打它也不慢。但是呢，如果你要用散弹枪的话，是吧，也是一样的。来看看这一关是有个龙头，正常我是要站在龙头的侧边，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去开枪。咱们可以看到，先把胳膊打掉，怼着一开口，就等他开口这一下的时候呢，进行突击，非常的凶猛。其实这也是一个教程，正常咱们玩的话也是这么玩，但是我要是玩的话，我会走到他脖子的侧边，然后朝他开枪，这样的话就比较变态啊，也比较稳，主要是比较稳。好了，可以看到第7关，这关迅速的朝下跳，这关其实非常考验人的耐性和耐力。这边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 TAS 版的视频，那个视频呢，它不追求速度，它追求的是全程开枪不
不杀人啊，就是这个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全程开枪，你必须一直开着枪，但是你还不能杀掉人。但是你像这种你像刚刚打死的这个小装置啊，就是咱们看这个外星人的小母体荷包，就必须要打掉，因为你不打掉它的话，你下不去。包括 BOSS 呢，你也要打掉，你不打的你也过不了关。来看看，跳起来等张嘴，就是在等这个张嘴啊。然后咱们玩的时候，随时还会切换这个子弹。如果说你要不切换子弹的话呢，对于你某一个 BOSS 来讲呢，它的速度就没有正常打的那么快。好的，第7关显得非常快啊，它是从上面直接打下来，然后垂直跳起来，朝下去开枪，这样的话呢，可以快速落地。好，这一关呢是我认为这一关呢是全程开枪不杀人最难的。当然那个视频呢，其实我认为啊，我好像是在05年、06年的时候就看过那个视频，所以说我认为呢就不要再去做了。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一找，但是好像是没有清晰的。来看看这个地方，咱们直接拖死。正常一个人玩的话，正常咱们玩的话也是要这么可以这么死的啊。好的，看看再往这边走，主要就是为了速度，死人不算什么啊，重要的就是只要你能快1秒就是1秒，快2秒就是2秒。跳起来，这个地方呢，你看空中有一个大石块，咱们就说啊，这个夹层朝下夹，正常的咱们在夹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起跳，并且可以滞空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没那么难啊，也没那么难。但是小狼认为难点是在于你在什么地方起跳，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小兵，你跳起来开枪。朝前开，朝后开，突然后面有一个人，你也很难受。好的，看跳过来，刚才顿了一下，看没看见？也是要顿一下，也是没有办法。他但凡如果要是珍惜0.几秒的时间也是要珍惜的。好的，再跳过来，这样的话一落地的话就是打 BOSS 的阶段。这个 BOSS 是世界上最简单的 BOSS， 没有之一啊！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 BOSS， 它甚至比第1关的 BOSS 还要简单。好的，空中墙片往下落。然后呢，咱们看一下，一会儿呢落的时候咱们跳上去，好了，跳上去过来之后，跳到他的这个大骷髅头上，然后这是一个骷髅头的女母体，咱们朝着他开枪就会秒杀掉。咱们看一下，睁眼睛，直接秒杀，非常的简单啊！你只要按照他的站位，你也是那么简单的啊，确实是没什么好说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伙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咱们下期再见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小狼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小狼解说啊。同时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继续支持小狼。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会做很多的类型的视频，包括游戏以及各种方面的东西啊。大家伙只要认准我这个人啊，我就会给大家伙做出更好玩、更让大家伙开心的视频出来。那么咱们下期再见。